Holy shit！ 大家好，我是13，我们今天要试骑的是 Zero SRF。那这是我频道里面第一次试骑的电动车。那我知道，其实它外观其实远看呢不会给你电动车的感觉。这台可以说是 Zero 目前出最漂亮的一台电动车了，真的很像摩托车那种 Super Naked 的感觉。好了，那因为我本身没有在接触电动机车啦，所以很多东西其实算是一个全新的经验。所以今天就来体验看看骑乘起来是什么感觉。那你可以看得出来，第一个它没有 clutch， 那它这边也没有shifter， 所以这部分一般人应该要习惯，就是不要下意识一起去拉，因为我猜我会下意识一起去拉或换挡。那这台车是 Build Drive， 可能是为了比较好maintain吧，保养部分可能比较轻松，所以用 Build Drive。那它轮胎呢配置的是 Russell 3。后面是180，那前面则是120，所以跟一般的街车，现在坊间街车其实配置是差不多，有点像是800cc， 可能有人会说像是 MB Agusta Bertelli 的那种感觉吗？那因为力量输出是在100匹左右嘛，并不是特别的高，因为它毕竟卖点还是它的扭力。但虽然说不高，这110匹已经是它目前旗下所有电动车里面最高的一台车了。那刚刚跟车主聊了一下，因为车主是我的前同事啦，那他很好，他这次特别 offer 说问我要不要试骑一下他刚买的电动车。那他给我看说这边很特别，这边是 storage， 哇，看这还蛮大的，但是没有大到可以放全罩安全帽了。但跟其他摩托车比，我觉得是非常的充裕啊，衣服什么的都可以完全放进去里面。那刹车部分呢，其实也是算用比较高规格的配置。那前面是一样是 radial brake， 然后双碟，但是我没有听过这个牌子，它是叫 J John， 这可能要查一下。相对的后面呢，也是一样同样的公司。那后避震悬吊是 Showa， 然后可调，加前避震的也是 Showa。好了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去体验一下。走！哇，今天是32度，还蛮热的。不过我朋友跟我说，他骑这台车是完全不会烫，因为毕竟不是引擎嘛。那他可能散热部分做得不错，加上他也没有一直在操这台车啦，因为毕竟他也是算新手。等下去看看，启动。哇，一个很漂亮的标志 ，Eco Street Eco。这个仪表长得非常像KTM 的仪表。如果我骑390 Duke 的话，应该觉得很熟悉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 supplier 啦，因为我看到它的那个方向灯其实跟 Triumph 也很像，所以可能很多零件呢都是属于同个supplier 过来，然后当然是做自己的调整。好，启动是按这个，那这边没有引擎启动的那个发动钮，因为我之前按，然后我朋友跟我说那个是定速，所以完全不一样。转就动了吧？哦对 ，OK 好。转就动，不用离合，不用换挡，只需要打方向灯。好 ，Street， 我的左脚啊，蠢蠢欲动啊，一直以为好像要换挡。但是不需要。好，那 Street Mode 呢？我记得它的 Power Output 并不是全部，那实际多少我是不清楚。那我知道 Sport 的话是全部。好，刹车当然也不需要按离合，直接停住。哇，这大概是目前最安静的试骑体验，完全听得到这车子的轮胎、悬吊和刹车的那个声音啊。那这台车的车重呢，其实还蛮重的哦，是达到480磅。
那但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整体重心，因为它把 battery pack 跟它的 motor 刚刚拍应该看得到放在车子的最下面，所以它把那个车子重心往下降的时候，我这样骑起来在上面跨不会觉得就是很重的感觉。好，前面这个油门反应非常 smooth，这样子还叫做油门反应吗？因为已经不是油了。那我之前看报道，他们有说是 Zero 目前就是花最多心思在设计上面的车款，因为他们过去呢，毕竟只要是开发他们的电池跟motor 嘛，就是整个就是传动系统，那它引擎，所以不是引擎啊，就是马达，所以他们并没有有这个好像有 regen， 因为它有个挡刹的感觉，那应该是 regen， 就是它会再回去充电。那部分当然也是可以调整。刚刚我朋友其实有给我看他手机上的 app， 很多可以调整。好，那回到设计，它就是因为当初主要就是想要开发好就是传动系统跟它的 motor， 那所以它其实在设计的方面并没有放太多的巧思，所以它的车子其实看起来，并没有，我觉得还蛮土的啦，感觉笨笨的，就没有特别好看，不吸引人。但是这一台呢，我觉得有点欧洲风味哦。好。OK，Street Mode 我现在拉，力量是及时的，但是不会很冲。那我觉得其实还蛮容易上手的。好，那我换一下 Mode。他说一直按着左边，按错了，按到方向灯，按这个。好，现在换为 Street。就是不是 Eco， 因为刚刚那是Dodge Viper 哇！因为刚刚那个是完全的街道，然后是省电模式，就是可以很长的 range， 让你骑比较远。那实际上它可以跑多远呢？我会写在那个影片上。那我记得它这台车有做一个Street 跟 Eco 就感觉很不一样，哇，很不一样。很不一样，哇！拉扯感已经出来了。它移动的时候可以做调整吗？我看一下。可以耶，可以哦。好，我先靠边边，然后做调整了，我不要在路上调整，毕竟车子还不熟悉。好了，现在调整 Sport， 体验一下，那也是附近小绕一下，因为赶快要把车子还给人家。Sport 反应更灵敏啊！好。其实这声音听起来很像，就是捷运启动的感觉。但是如果你看很多科幻片的话，我觉得那种科幻片，里面的电动车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吧。这后刹要踩的比较深才会有感觉到。对啊，Sport 好像也没有特别多的 regen 的感觉，这主要就是给你力量，一直冲。好，stop sign。好，没有车。
哦，那这台车也有最高级最新的循迹系统。那电控当然它本来就是电车，所以电控那个刚刚 Power Mode 都看到了。那循迹系统的是 Bosch 的 MSC。虽然是听说是第一台电车有导用这样子的循迹系统，那当然就是 ABS 啊，还有防滑系统，那还有 Anti-Wheelie， 那加上还有弯道 ABS， 这些通通都给你。那当然，我觉得它也要给你啊，因为这台车其实售价非常贵。它买这台呢，你其实可以买一台 Benelli V4S 嘛，那个价钱的。我再贴给大家看，我记得好像有到2万哦，2万美金。那毕竟电动车其实在就是机车来讲，它是一个蛮新颖的产品啊。那这部分就是要给 early adopter， 就是趁着想要尝试新产品，就是电动车或者特别喜欢科技产品的人呢，应该才会买单。那我相信之后普及化的时候，可能价钱就会往下掉了。好，那这条路前面好像也在补路，所以地上很多那种沥青或是那种小碎石。那这台车因为是电动车的关系，所以我都听得到。我不知道录音听不听得到，但是我自己听得到，就是手打起来的声音。那重量部分呢？移动的时候呢，真的不会觉得它特别重。那因为它本身它的油门输出、它的反应、它的力量，其实我觉得配合的刚刚好。那我刚刚有个地方觉得它重了，就是上坡的时候。这边前面还有个上坡，可以感觉一下。哦，上坡加速也没有那个刺激感。Anyway， 好，我这样停一下。好，如果我现在呢，我没有补油门，我就这样。哦，这个后刹其实真的没什么力。要踩很深哦，真的是电力及时的辅助。因为移车的时候啊，的确就比较辛苦，就是利用那个斜坡的感觉。好。好，刚好刹车，就这样低速，感觉我觉得刹车还不错。因为它本身这个油箱的设计啊，应该不是油箱啦，就是这个空间的设计，跟一般摩托车真的差不多。那其实宽度呢，算是比较宽啦，我觉得有点像4缸车的宽度，蛮好夹的。但是因为上面这边是没有重量，重量都在下面，所以这样对于它的平衡，我觉得其实操控起来真的帮助很大。车子很稳啊。哦，这个 instant torque 啊，哦，那真的是大家要小心服用这个油门的。一般你骑ICE 就是所谓的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， 就是汽油车啦。那台车你在冲的时候，你可能哇拉起来，然后你会怕它喷出去，感觉一直往上走。但这台车比较不一样，它是马上。Oh, I got my stop sign. I should wait. Holy shit! 这个前刹在这个部分非常重要啊！要怎么样整个加速，然后减速下来，哇，真是要配合天衣无缝。所以我刚刚看到它前刹是做对式卡钳嘛，
那规格我会写在影片上。毕竟你要在这么快的加速情况下，然后这么重的电车要能停下来，哦，刹车绝对是很重要。我相信这个整趟路上应该是只有风声跟马达声，应该是只有风声啊，马达声可能很小，比风声小。我觉得它的后刹可以再调整一下，因为骑这种车，我觉得前刹后刹一起配合骑起来我会觉得比较安心。因为这样目前觉得就是前刹很好用，很够力，但是后刹那个踩的幅度要踩很深，不太习惯了。好，我觉得这台车其实骑起来很轻松。如果有车子给你那种无忧无虑的感觉，大概就是可以形容这样的电动机车。但当然，它没有人给你汽油车那种 visceral experience， 整体就是机械感啊、操控啊。当然，如果未来有些人会 adopt 想要改骑电动车的话，那我不会觉得说它有失去这种纯驾驶、二人驾驶的乐趣了。它反而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乐趣。街车的风阻非常大，然后加上它，你知道电车加速非常快，所以那个你说腿轻轻开一下拉起来，哇，你整个车子整个人有点像是降落伞那种拖曳伞，要去挡住。就是整个挡风，因为一般骑小街车或是其他一般街车，可能没那么加速那么快，你没有那么快及时感受到那种风阻的压力。可是这台车，因为它加速非常非常快，所以自己有点像是减速伞那种感觉。哇，这要分割都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过来的路上，因为这台车真的非常安静。好，那说到仪表呢，它会给你就是 range， 现在目前还可以跑101迈，还蛮多的哦。那现在目前有 SOC， 那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你可以查一下。那目前才跑了543迈，所以车子还是非常新。还有 Bluetooth， 然后有 Heat， 这应该是Grip Warmer 吧，可是不是冬天，好像不需要加热。哇，反正它很多很多的 feature。好，回转。哇，回转很顺而且因为它重量都在下面的关系，它有点帮助你一起带过去。好。哇！这么快，而且我还没有完全拉我拉到底了，对，油门拉到底了。哇，太有趣了！要发车哦。下一站 Union Avenue， Next Station
没有开玩笑的啦，只是因为它加速起来，感觉因为我自己最习惯的那种声音就是在捷运上嘛，所以就会不知不觉会想到。但真的是乐趣十足。好，那边可以加速了，然后要跟上前面的车流。好，哦，好吓人！刹车。这样配合起来真的是动力跟它的刹车，我觉得刚刚好，真的很配合。真的很开心 ，Zero 就是有导向这样子，就是新的设计，然后整体美感的大提升。因为这样真的比较让人会想要多看一下电动车，因为有时候电动车造型就真的不好看啊。尤其有很多车厂的电动车造型真的是不知道在干什么。那可能因为没有什么经费在做设计，或者是他们可能想要走很前卫，就是有点完全跟一般的车迷的期待是落差很大。其实我觉得电动车都已经不需要油箱，也不需要离合，也不要变速箱的话，是不是它的设计上可以完全的颠覆呢？甚至走向 Akira 那种造型。因为大家很多人有看过 Akira 吗？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Akira 这部动漫影片。好了，那今天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试骑，我要赶快把车还给我朋友了。那希望大家也有点认识到电动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大家。